今天刷到一篇網友投稿，本來只是想劃過去，結果越看越覺得心裡都得慌。投稿的女生說，她媽媽自己有退休收入，不是沒錢，也不是生活過不下去，可是去年跟她開口要了5萬，今年又開始找她拿錢。看到這裡，我第一個反應幻想說，會不會是真的遇到什麼困難？結果下一句直接把我看笑了。她說，家裡的房子、存款、積蓄早就全部留給哥哥和哥哥的小孩了。她從小就是重男輕女家庭長大的，好的東西哥哥先拿，資源哥哥優先，最後連父母辛苦一輩子的財產也是哥哥全部繼承。可是現在缺錢，第一個想到的卻不是哥哥，而是他。我當下真的忍不住吐槽，這劇情怎麼這麼熟悉？分財產的時候，女兒早晚是別人家的；要養老的時候，你也是爸媽生的啊。以前我一直以為重男輕女的人只是觀念舊，現在才發現，有些人算盤打得比會計還精。最讓我印象深刻的，不是這篇投稿，而是下面有個人的回復。他說自己以前教過老年大學，有一次聊天，一位老先生很骄傲地說，房子、積蓄、遺產全都留給兒子。他忍不住問，那你們自己不留點養老錢嗎？女兒不是也很辛苦嗎？結果那位老先生笑了一下，說了一句讓我後背發涼的話。他說，就算兒子不要我們，把我們趕出去，我也不相信女兒會狠心看着我們餓死。看到這一句，我真的愣住了。原來他不是不知道，他不是傻，他知道兒子可能不会養他，他甚至知道最後最有可能照顧自己的是女兒。可是即便如此，他還是把所有財產留給兒子。為什麼？因為他知道女兒心軟，因為他知道女兒善良，因為他知道只要自己一開口，女兒就會內疚，就會想，畢竟是爸媽。那一瞬間，我忽然明白一句話，有些人不是偏心，而是精算。他把利益給了自己最想給的人，把責任留給最不會拒絕的人。真的越想越扎心。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，很多家庭都是這樣，最兇的孩子，父母反而不敢麻煩；最愛翻臉的孩子，父母反而客客氣氣；天天哭窮的人，反而不用出錢。最後一直被找上的，永遠是那個最好說話的人，因為大家都知道，找他成功率最高。突然想到一句網友說的話，真的很諷刺，會哭的孩子有糖吃，會心軟的孩子有賬單收。以前我還覺得這句話太誇張，現在發現一點都不誇張。很多人不是被偏心傷透了，真正讓人难受的是，明明知道自己一直被不公平对待，可是一想到父母老了，又狠不下心，于是一次5000，一次1萬，一次5萬，一次又一次，直到把自己的生活也拖垮。可是仔細想想，那個女生不是没有自己的家庭，她有老公，有孩子，有房貸，她每一分錢都是一家人的生活費。如果她今天為了滿足父母，把自己的小家弄得雞飞狗跳，最後誰來替她負責？沒有人，更不會有人因為她的犧牲就把當年那些偏心全部補回來。看到評論區還有人說，那畢竟是媽媽。我其實也認同，父母該孝順，能幫的時候也可以幫，但前提應該是公平，不是財產全部給一個人，責任全部丟給另一個人。誰享受最大的利益，誰就應該承擔最大的責任，這才叫公平。如果今天哥哥拿了房子，拿了存款，拿了所有繼承權，那照顧父母本來就不應該完全落在妹妹身上，不然妹妹到底图什麼？图一句你最懂事嗎？有時候我真的覺得懂事這2個字害了很多善良的人，因為別人一旦知道你懂事，就會一直要求你懂事，知道你不會拒絕，就会一直來找你，知道你容易心軟，就會一直利用你的心軟，最後你累得半死，還要被說一句還是女兒貼心。看到這篇投稿，我最大的感受不是生氣，而是突然理解了一句話，人性有時候真的很現實，誰善良就欺負誰，誰心軟就消耗誰。所以善良沒有錯，孝順也沒有錯，錯的是把一個人的善良當成理所當然。不知道大家看完這篇投稿會怎麼選？如果是你，父母把所有財產都給了兒子，卻一直跟你要錢，你還會給嗎？還是會選擇第一次勇敢說